你有没有想过，你正在触摸的这张桌子，其实你从来没有真正碰到过它。我们习惯把眼前的世界当作理所当然。见识的大地，冰冷的被子，镜子里哪个游戏，女哀乐的自己。但今天我们要用10分钟，从宇宙最小的粒子出发，一路追问到意识的起源，最后回答一个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在这样的宇宙里，我们该如何安身立命？先问一个看似幼稚的问题：桌子是什么做的？往下拆是分子、原子，再往下是质子、中子、电子。过去我们以为电子这些粒子就像缩小版的弹珠，一颗一颗硬邦邦的小球。但20世纪中写成熟的量子场论告诉我们，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座巨大的池塘，电子呢，夸克及光子，各自是铺满整个空间的一层池水。所谓粒子啊，不是丢进池子里的弹珠，而是池水被波动后泛起的一圈小涟漪，涟漪散了，粒子也就消失。宇宙最底层没有任何硬邦邦的东西，只有连续看不见的掌在不停波动。科学家用巨大的对撞机轰击夸克和电子，想找出里面藏着什么零件，结果每次都是半径为0，它们连一个有大小的点都不是，更像是纸上用来标记位置的一个记号。那中量和键银又从哪来？你身体里夸克本身的质量只占体重的1%，剩下99%来自把夸克绑在一起。那孤立所蕴含的能量和质量能互相转换，这正是爱因斯坦能量等于质量乘光速平方的意思。你的体重主要不是东西的重量，而是被关注的能量。至于键印，你安桌子是不是肉做的球装上木头做的球，而是你手掌的电子场合。桌子的电子场彼此用力推开，就像2块统计相对的磁铁，永远贴不到一起。你从来没有真正碰到过任何东西，键印只是场与场之间的推理。如果吃都在放大到极致，弦理论说连颠都不存在，只剩下一段短像小提琴弦一样的能量线。同一根线换一种振动方式，一下是电子，一下是夸克，一下是光子，就像同一根琴线拨出不同音高，但出不同音符。整个宇宙其实是一首在多位空间里演奏的能量交响乐。宇宙没有转快，只有场在震动。那下一个问题更烧脑，这些没有生命的能量场是怎么演化出你的？过去有人质疑，生命光靠随机碰撞就凑出来，几率低到像龙卷风骚过垃圾场却拼出一架波音747。但现代生命起源学告诉我们，生命不是靠一次性的运气，而是物理化学定律一步步推出来的，就像雪花会自动结成流角性一样自然。在深海热泉源源不绝的热能逼着，物质往更有效率释放能量的方向排列。从小分子到额计算 RNA， 再到抱着波膜的原始细胞，每一步都大幅拉低了激励门键。生命是能量场在合适环境里演化出的一种会自我复制的复杂结构，但解释了生命，还没解释意识。哲学家查尔摩斯提出著名的意识难题，科学能解释大脑怎么接受光线、传递电波虫、储存记忆，这是简单问题，就像解释一台电视机怎么把讯号变成画面。但科学会答不了，为什么以前一个神经元传递讯号时会伴随着一种主观感觉？没人能解释看见红色的那种感觉是怎么从一堆本来没有感觉的粒子里冒出来的，就像我们拆解了电视的每一条电路，却永远解释不了画面里为什么会有感动。更有趣的是，组成你身体的院子每个几年就全部换过一轮，那为什么你还是呢？答案或许是你从来不是那些物质本身，你更像一道瀑布。水分子每秒都在换新，但瀑布这个形状却能持续存在。你就是粒子构成的一种动态模式，当模式复杂到一个程度，就浮现出一个从内部看世界的视角，这就是意识。
这带我们来到全篇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宇宙底层之市场在震动，那没有仪式去感知的宇宙还算真实存在吗？主流物理学站在客观谢氏主义这一边，就算没有任何生命在看，宇宙依然照样运转。量子力学立场被误解的观测者效应，很多人以为要有人去看才算数，但物理学家的意思是，只要粒子和空气分子、光子这些周围环境发生物理碰撞，状态就会确定，这叫量子推向干，跟有没有心灵在旁边无关。人类出现前的100多亿年，这种事早已在深空发生过无数次，星星依然燃烧，黑洞依然弯曲失空。但换个角度，从存在到底是什么来看，故事完全不同。一个没有意识的宇宙，就像空无一人的电影院里肚子播放的电影，胶片仍在转动，投影机仍在发光，但没有人理解剧情，没有任何颜色、声音真正被看见或被听见。是其实，继哲学家贝克莱有句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就像拿个老问题，树在森林倒下，没有生物听见，算不算发出了声音？空气确实产生了压力波，但没有耳朵和大脑把它翻译成声音。所谓声音其实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震动的空气。同样地，没有意识去翻译，宇宙里只有电磁波，没有颜色，只有压力变化，没有声音，只有场的推理，没有渐映触感。量子力学大师惠勒提出参与者宇宙论，宇宙历史像一个巨大的 U 型，大爆炸产生粒子与时空，演化出生命与意识，意识形成后回头观测宇宙，把原本叠加住无数可能性的迷雾凝固成一段确定真实的历史。换句话说，意义不是一个物体，而是一种关系，一定要有人去体会才会出现。一个永远不被任何生命感知的宇宙，跟根本不存在，在逻辑与价值上没有分别。正是意识让冰冷的能量场震动，被赋予形状，被真正体验，跨越了从抽象记录到真实存在的鸿沟。那我们为什么长期看不清这政府全景？因为现代科学把知识切得太细，物理学家只看方程式，神经科学家只看突出，哲学家只看逻辑，就像几个盲人一起摸一头大象，摸到腿的一位大象是主子，摸到尾巴的一位大象是生子。要真正接近宇宙的真相，我们需要2种眼光，一种是物理学拆到最细的眼光，另一种是复杂系统科学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车速不会藏在任何一颗螺丝里，意识也不会藏在任何一个神经元里，真相藏在零件连接之后浮现的整体之中。有意思的是，当量子力学发现观察者跟被观察的东西分不开，物质的本质是场的震动，是物理学家们惊讶地发现，科学爬到山顶看到的风景，今和几千年前东方哲学单靠内生站上的起点惊人重叠。道家讲无我合一，佛学讲玩法唯识，心学讲心外无物，东西方智慧其实一直遥遥呼应。说了这么多，这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至少有3件事值得带回日常生活里。第一，放下对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的执着。既然组成你身体的院子没几年就全部换过一轮，你本来就不是一堆一成不变的物质，而更像一条川流不息的河。这正呼应佛学讲的无常、无我。与其紧抓一个固定不变的我，不如坦然接受自己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更新。第二，记得你的每一次感知都在替宇宙赋予意义。没有意识，颜色、声音、触感都不存在，宇宙只是一部没人看的电影。而呢，此刻正在看、正在听、正在感受，这本身就是宇宙间最不平凡的奇迹。
好好看一次日出，好好听一首歌，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你身为宇宙的眼睛在履行使命。第三，你不是宇宙外面冷眼旁观的人，你是宇宙的一部分，也是宇宙认识自己的方式。你身体里的每一颗原子都来自己是1年前恒星爆炸飞溅出的星辰，你和满天星星本来就是同一首能量交响乐里彼此呼应的音符。所以安身立命之道或许不在于死抓着什么永远不变的东西，而在于安于变化，安于连接，安于觉知。因为你脚下所站的地方从来就不是宇宙的外面，而是宇宙最核心的地方。这就是今天这趟宇宙是相之路，从没有转快的量子场到密一样的意识，再到属于我们每个人安身立命的答案。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过，我们是宇宙探索自身的一种方式。如果这支影片让你重新看了一眼这个世界，别忘了按赞订阅。我们下一支影片继续探索宇宙与心灵的下一个谜题。订阅频道 Henny Coordinate Vision @James 双484